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多，有3个。第一个，习近平和拜登通话，我们今天讲讲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黑石终止收购，潘石屹跑路失败啊。另外一个就是限跌令重现房地产江湖啊。那我们讲3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是，美国总统拜登9月9号晚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这次通话时间是在华盛顿的星期四的落日之后，然后是北京的星期五的清晨进行。那么双方交谈了1个半小时，如果算上翻译和程序的话，这个通话时间不算长。那么拜登总统2月份和这个习近平通话的时间是2个小时。那么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从双方公布的情况来看，这次通话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啊，或者说双方没有得出实质性的结论啊。那么白宫发布了一个非常简短的通话纪要，通话纪要这么说，拜登总统今天与中国主席习近平通话，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战略讨论，涉及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以及利益价值观和观点不同的领域，双方同意就上述问题进行公开和直接接触。拜登总统指出，这次讨论表明，美国负责任地管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持久关注。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两国在确保竞争不转向冲突方面的责任，这是白宫的描述。白宫描述基本上反映了拜登总统的这次打电话的一个取向，就是确保竞争不转向冲突，这是拜登总统这次打电话的主要的意图。央视网这么报道啊，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0日上午应邀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然后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然后习近平吟诗一首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这是对习近平来说啊。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方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一直积极主动承担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同时挖掘更多合作潜力，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的积极因素。然后他说，这个报道说，拜登表示，美中如何互动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这是把拜登的话给拧了一下。美方无意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是一个承诺。那么美方愿意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这后面肯定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了。美方期待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加强沟通合作，形成更多的共识。这就是双方公布出来的。新华社的稿子呢，我没有读完，中间有一些废话，就是那种官方废话，我就去掉了。然后这个拜登总统和习近平的通话结束之后，白宫的高级官员就给美国的媒体做背景简报，这是通常的惯例，当然就不能讲他说的。
然后这个白宫的官员就介绍背景，打这电话的背景这么说，他说，过去一段时间，拜登政府通过多元的管道和中国官员进行接触，愿意和中方开展开诚布公的沟通，但很不幸的是，中国方面不愿意进行实际的对话，而仅仅是以宣传式的官样文章回应。这什么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呢最近找中国沟通中国沟通呢，中国就不想沟通不想沟通，我们想沟通，他不想沟通这是背景或者是中方沟通没诚意就想对方没有，其实就是我们想找对方沟通没有达到效果然后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政府立场，第一，美中之间正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激烈的竞争，必须设下界限和护栏，并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避免竞争失控。那么之前几次低层级的这个官员接触，没有带来令美国满意的成果。中国正在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所作所为是设计用来对内的宣传。那么，拜登总统和习近平本次通话的目的是要进行一个广泛而且有策略性的讨论，确保美中进行健康的竞争。就是讲他的目的。基本上呢，其实白宫的这个简报这个纪要里面也讲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避免这个竞争本来是激烈竞争变成了对抗或者失控变成了一个对抗。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美中关系的主导框架是什么呢？就是承认双方的竞争然后为竞争设下游戏规则。他认为框架是这样的：我们在竞争，这是个框架，然后竞争设下规则这个框架。那么过去美中关系只有两极路线，如果不跟中国接触，那就是只和中国对抗。这是第二，第三，美中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双方有分歧，也有合作的议题。比如在伊朗、朝鲜、气候变化等议题，双方都有持续的讨论这就是这个白宫的高级官员出来解释这个拜登总统打电话给习近平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那么其实我们一上来一看到这新闻，马上就会想，拜登为什么要打的，目的是什么那他就解释美中关系应该有个框架，双方呢竞争呢就竞争设定竞争的范围和规则，然后呢避免呢你本来是有冲突有竞争，那我们要有冲突，他当然现在强调的是竞争了，那我们设定规则，避免竞争变成了冲突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我后面再来分析记者就现场就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回答了一下，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记者问拜登总统多次说过，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可以增强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那么这是不是代表美国将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努力和投入，并将军力投往这个印太地区？这个官员是这么回答，他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全球军力的部署审查，叫 Global Posture Review。国防部审议的结果，结束之后才会下结论，会不会把兵力从这个中东投入到这个印太地区。那么，拜登政府认为必须应对今天和明天的挑战，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放眼印太地区，面对中国的挑战这是一个。第二个，记者问年底的民主峰会是否会邀请台湾那个官员答，目前尚未有可宣布的规划那么第四个就是10月底在罗马举行 G20 领袖峰会那么原来是期望这个习近平跟拜登会在这个峰会上会面做一次简短的会面。
但是就最近呢，中国媒体宣布，习近平可能会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这个 G20峰会。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拜登和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官员是这么答，他说目前尚不知道习近平是否会亲自出席这个 G20峰会。不过美国认为保持顺畅的沟通很重要。美国是不是记者又问美国是不是会派遣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美国官员答，距离冬奥会还有一段时间，目前不讨论这方面问题。然后记者又问美方是否关注中国可能向塔利班提供资金。然后这个官员回答，布林肯国务卿已经和中国外长王毅数次通话，就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各国人员安全撤离的决议案等议题进行讨论。美国将继续传达自己的看法，并了解中国的想法。就都没答，其实都没答。美国是否考虑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美国官员说，拜登总统将继续对中国不公且强制性的贸易行为表达关切，并会继续采取行动。那么基本上记者问的所有的问题都没答。就是说，其实记者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拜登政府会不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实总共这些问题就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所有的问题都没答，其实就是回答了一句话：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好了，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拜登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意图是什么？这是这条新闻一出来，所有人都问的问题。首先我会是个问题。第一，这个电话是拜登打的，拜登要打的电话，不是习近平要打的电话。这第一。第二个，按照这个叫纪要，白宫公布的纪要和美国官员在会后做的简报，他这么说，他说几次较低层级的官员接触未带来令美国满意的结果。然后通话的目的是进行一个广泛而且有策略性的讨论，确保美中进行健康的竞争。说人话什么意思？就是承认双方存在竞争，为竞争设下规则，设定下限和护栏，并且保持沟通渠道，避免竞争失控。这是他的目的。那我们就着这个说法，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第一个，较低层级的官员接触是哪几次？到目前为止，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总共有3次中美双方正式的官方接触。第一个，阿拉斯加2+2的这个高级战略对话。那么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和外办主任杨洁篪4个人2+2的这个战略对话。双方翻脸吵架，在媒体面前吵了一架。有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双方关系继续恶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这个谢尔曼，为什么会有个常务副国务卿？美国没有常务这个字，就是因为要见王毅。那之前美国就说，你这个谢峰不行，谢峰外交部长排名那么后，我们是排名第1的这个副国务卿，你这个级别太低要见王毅。那么中国就说行，见王毅也行，但是你的级别也不够，那就这么办，那我就常务副国务卿。这都是很无聊的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双方关系不好。然后就见了呢，美国谢尔曼就正式提出美国的护栏理论。
护栏理论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合作，那就在这个合作的领域合作，中间要有区隔，区隔是什么？就是护栏。好，我们这个地方是在竞争，好，我们就竞争啊，中间有区隔，这样设定区隔。然后这边呢，我们会对抗，那我们设定对抗的范围啊，每个地方清清楚楚，每个地方有区隔，区隔就是美国提出来的护栏理论。我们管控分歧啊，这是美国就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啊，这一本一本，这是语文，这是算术啊，我们不能把语文做到算术上，也不能把算术做到语文本子上，就这意思啊。那当然，中国没理他，中国提出了2份清单和3个底线，啊，啪打回去了。所以当时这个谢尔曼这个非常不高兴的走啊，这第2次啊，第3次正式会面就是契霍特使克里啊，2个人都去了天津啊，都在天津接待啊，然后视频会见了会谈和谁呢？王毅、杨洁篪和这个副总理韩正啊，政治局委员啊，韩正是主管气候变化的副总理啊，也是主抓这件事情啊，所以都见了，见了最后呢，中国给克里碰了一个软钉子啊，什么软钉子？王毅在见主要还是王毅跟克里谈啊，那么这个杨洁篪和韩正就是见一面。那王毅神气活现，非常兴奋啊！他这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说完，克里心都凉了啊。王毅这么说，他说中美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那这一下子就把这事给拍死了，一棍子拍死啊，直接拍死。然后王毅又说啊，神气活现啊，美国应该改变对华的强硬立场，你不能旧账还没了，又添新账，你得先把旧账了了，你才能加新账。什么意思？你前面跟我们翻脸，对吗？你现在跟我合作，你这翻脸的事儿你还没讲清楚呢，你这个合作怎么能够搞得起来呢？就这意思，这是一副小人嘴脸。那拜登的对华政策是什么？为什么拜登要这么做？拜登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3个层面。第一个是拜登的对外战略啊，对外战略是什么？把民主、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这是第一个大的战略啊。第二个，中美关系定义为激烈竞争啊，就是中间我们之间是激烈竞争，但是在需要的地方合作，这是一套；在必要的时候对抗，所以就分3块啊。那么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啊，这是我就是小学生做作业啊，你这个语文的练习本只能做语文的作业，这个数学的算术的作业本只能做算术，分成3块啊。那么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作业本做另外的课，分成3块，不能够要有区隔啊。所以中间为什么要有护栏？护栏就是按照我们设定好的，我们商量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合作，在这个地方竞争，在这个地方对抗，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竞争变成了对抗，扩大了啊，就这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气候要合作，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要合作，我们不要把这个对抗呢放到这个上面来，就这个意思啊。那所以呢，就是中美关系是激烈对抗、合作啊，激烈竞争、合作对抗啊，分3头啊，3头并进啊，这是第2啊，这是对华政策的核心。第3，技术层面啊，技术层面要设定规则、设定护栏啊，区隔不同领域的属性和状态，防止出现竞争变成了冲突啊，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有条理啊，非常的理想化。然后我们看看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对美的政策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全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啊。全能性的政府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共独裁啊。中共独裁，于是这个政府就变成了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它是一元化的决策，就是中共单一的决策，谁都不商量不讨论，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叫一元化的决策。第二个，全能性的动员能力啊，我想让谁去干这个事儿，谁都得去干，不干不行啊，就是全能性的动员能力。还有就是完整的资源控制力，一个是动员，一个是资源，还有一个是决策啊，这是一个独裁政权的基本上共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面扩张的对外战略啊。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基于三样东西：第一个，中国经济的成果和实力；第二个，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第三个，把红旗插遍全球的理念或者愿景啊，不忘初心的愿景。基于这三条，开始全面对外扩张啊。那方向是什么？方向就是南海、东南亚、一带一路第一岛链。第一岛链讲的是军事，一带一路讲的是经济，东南亚讲的是地缘政治，南海讲的是什么？南海讲的是针对美国啊，针对整个西方国家。所以呢，他的对美政策，中国把中美关系当作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啊，美国是中国唯一的敌手或者是敌人啊。从中共建立到现在，中共一直把美国当做他唯一的敌人，因为中共最早是苏共的支部啊，后来建国之后也是把美国当做他唯一的敌人，这是第二，这个很重要啊。美国人到现在还没搞懂啊。第三，调动一切资源，采取一切手段，围绕着美国展开他的对外战略啊。这是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啊。然后我们再讲回中美关系。当然，第一个我从很早我们就开始批评这个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逻辑上不自洽啊。我把它形容为什么？形容为这个左右互搏啊。你这头跟他合作，你要这头跟他对抗，你中间还跟他竞争啊，你讲不通。一个对外政策或者是对一个国家的政策，它其实是一致的，它一定是一致的。因为政策是连通器，它的水位是一样的啊，一定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说我在这个领域跟你合作，在这个领域跟你对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想法逻辑上不能自洽，而且在实际上也没办法操作，无法操作。你这头笑脸，这头翻脸，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是一个外交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对华政策呢，书生气，想当然。最核心的是，你没有考虑对方，因为你的这个政策必须对方回应你才行，对方要不理你，这个政策无法实施。那你想一下，你见过有一个国家的政策是需要对方配合你才能实行的吗？有吗？那是不可能的。中美之间对抗，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高度对抗的状态，而你设定的一个对华政策是需要对方认可你才能施行的政策，这不是可笑吗？啊，这不是，这个太小学生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克里访华其实已经证明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啊。那么中国当然不会按照美国设定的规则进行竞争和对抗。我为什么要跟着你的设定的这个？哦，你说这个地方合作，我就跟你合作；你说这个地方对抗，我就对抗；这个地方竞争就竞争。我有这么笨吗？中国人讲的是什么？中国人讲的是田忌赛马，对吗？中国的传统智慧是田忌赛马，我实力不如你，我还要赢你，
就田忌赛马，你这是什么？你这是大猫小猫啊！大猫挖一个洞，小猫挖个洞，我干嘛大猫挖个洞，小猫挖个洞？挖一个洞不就够了吗？啊，所以中国的传统智慧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智慧是田忌赛马，我实力不如你，我还要赢你。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国的传统操作是什么？半渡击之，最好你在河的半中间，我就进攻你。拜登政府说，我们设定规则哈，我们渡河的时候不能打。好，我都不能打，结果你渡的一半我就打，就是这样啊。这是第二条，就克里已经证明了这个政策是失败。第三个，拜登还要给习近平打电话啊，要改变这个局面。他觉得我们领袖之间通个话，看看能不能改变这件事情。我把这个事儿跟你再讲一遍，有用吗？当然没有用啊。为什么？王毅是自己的话吗？不是他的话呀。王毅的话就是习近平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就像你布林肯的话，怎么是他自己的话呢？就是你拜登的话一样的道理。他们谈不好，你觉得你们俩能谈得好吗？肯定谈不好。你说你把这话跟他说一遍，再说一遍，有什么用？我不觉得你的英文更好吗？对不对？所以他不会有结果。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游戏当中，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是有利的。他在气候的议题上等着你，美国在气候议题上，你在其他地方都有优势，是吧？好，你有优势，让你有优势，我最后田忌赛马，在这个地方我就赢你，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想法。那他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地方赢你？他为什么要改变这个局面，让你能赢回去呢？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第四点，拜登政府需要调整对华政策，放弃左右互搏的策略和方式，面对现实，搞清楚中美关系的本质、核心、核心的属性是什么。如果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属性的话，还期望中国会在气候议题上跟你合作啊，那就是还没睡醒，那真是没睡醒。好，这个议题我们讲完。第二个讲讲这个潘石屹跑路，我们之前讲过。SOHO 中国6月16号宣布，这个黑石集团提出收购要约啊，那么总价142亿，收购潘石屹夫妇手上的股权，控制性的股权54%啊，那么剩下潘石屹夫妇还持有9%的股权。那于是呢，当8月3号，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啊要求对这个黑石集团收购要约提出申报，而且立案调查、立案审查。然后当时就为什么？因为中国反垄断法里面有个规定啊，就是外商投资者收购中国境内的企业啊，或者是介入这个营业这个介入中国企业的这个运作啊，那么要进行集中度的审查。那么正好这个黑石集团一年的营业额是61亿。SOHO 中国一年的营业额是21亿，61亿是美元啊，那触发了这个经营者集中度的申报标准，于是他就拿着这个来调查他。调查他当然就是我们当时就讲得很清楚啊，潘石屹把 SOHO 中国卖掉就是要跑路了啊。那么一调查到现在，今天这个 SOHO 中国发布公告说这个高盛是代表这个黑石集团，通常都会找这个我们叫 commercial bank，就是这个投行来代表他去收购它。他说这个高盛提出收购 SOHO 中国已经发行的全部股票
但是由于目前满足不了先决条件，所以呢，双方在评估之后，无法按时完成程序，也不同意推迟最后截止时间，所以呢，黑石集团最后决定，不就收购售后中国股权做出要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买了。我不买，肯定是中国政府，要审查这个反垄断调查。他说一看这形势不大好，我不买了。潘石屹是任志强的好朋友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是2012年的年底上台啊。售后中国从2013年开始停止买地，不搞新盘了。然后从2014年就开始蚂蚁搬家就开始卖。其实他可能潘石屹其实很早已经知道，他也好，这个任志强也好，这个好日子结束了。然后陆陆续续他卖掉了300亿的资产潘石屹夫妇应该套现了将近200亿以上人民币。然后之前呢就卖盘。原来潘石屹想怎么卖呢？就是像之前一样，蚂蚁搬家，今天卖一个，明天卖一个，慢慢的卖掉，但是卖的比较慢。他手上现在还摆8大资产，原来是报价500个亿，但是呢一直卖不成，中间又碰见一个疫情。其实他跟黑石之前已经谈过2次收购，但都是潘石屹都觉得太便宜了，500亿他都觉得太便宜了。结果呢，去年的9月份这个叫什么？这个任志强被判刑18年，判刑18年上来呢，潘石屹就开始认真的跟黑石在谈。黑石现在的黑石他们房地产部门的总裁，就原来是售后中国的总裁，就是潘石屹的总裁，跳到黑石去，所以黑石为什么老想买潘石屹的这个资产，就是因为他知道它的价值。然后任志强一判刑，潘石屹就我们再谈卖吧，就想走。但是还是黑石想捡个便宜嘛，500亿，他原来500亿都不肯卖。现在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什么？最后达成的协议是100多亿，142亿，500亿人民币现在变142亿就卖了。为什么会卖？3月15号，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发一个通告，网上追逃潘瑞潘瑞是潘石屹的儿子网上追逃。这件事促成了潘石屹下决心，算了，不谈了，不纠缠了，160多亿就卖了，160多亿港元就卖了。卖了想算了，我就撤了吧。潘石屹其实在美国已经买了20亿美元的房产，他不是原来一直在套现，他美国那个他太太是美国国籍然后就算了，撤吧，走路跑路了。但是形势是这个样子，儿子被网上追逃，什么情况？跑吧，结果不让跑，哈哈，你要卖盘，我就反垄断调查。中共很擅长干这种事情干这种事情。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好，卖盘不让卖，我们继续看习近平下一步怎么干这全世界都看着呢这是一个房地产，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房地产我们陆陆续续的讲了几遍第一个，房地产我们之前讲过，房地产的拐点已经出现第一个节目我们这么讲，第二个节目讲房地产拐点的信号已经出来房地产拐点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有2个，第一个基本条件，中国城市居民的房屋拥有率已经达到96%，这是一个基本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房地产信仰已经开始瓦解了，这个很重要。这2个条件放在一起，这是房地产拐点出现的一个背景和条件。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房地产的信号已经出现，就是全国房地产信号，所有的领域的指标都在往下走，这拐点信号已经出来。
那么现在最新发生的情况是什么？两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有些地方开始什么限制下跌了，房价下跌了，叫限跌令已经出来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型的房企开始资金链断裂，就是这两个情况开始出现啊。我大概的说一下，因为时间就不太多了，我就大概的。目前中国有6个城市公布了限跌令，就不开发商你卖房子你不能够太低啊。一个是湖南株洲9月10号，株洲的住建局约谈金碧置业、荣盛地产、博瑞地产、兴盛万博、贝壳经济啊5个机构，就大幅降低售价、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的行为，指出这种行为是什么？严重扰乱房地产秩序啊，立即停止违规销售行为啊！他总是只要他不愿意的，你全是违规啊。然后第二，下架所有涉嫌低价销售的房源信息。第三，加强内部管理。第四，加强门店和从业人员管理啊。然后就是这个啊，这是株洲，然后岳阳，湖南的岳阳。那他出来的规定是什么？新房售价不得低于备案价的85%，啊，也是限跌令啊。然后是江苏的江阴，严禁低价，比如说低于成本价，或者是变相降价、倾销、打价格战，坚决杜绝恶性竞争、降标降质、逾期交付的违规违法行为。情节恶劣的，要取消所有批次预售，改为现房销售啊。这是江阴。河北唐山市政府8月13号约谈华润置业、中海、万科、龙湖、荣盛、融创、金茂、新城八家房企啊，目的是什么？希望开发商不要降价。然后是辽宁沈阳8月26号开始检查各个售楼处啊，价格是否存在低于备案价格的情况，不得私自降价销售。然后检查各售楼处目前在售房源备案价是否和市局备案价一致，就是不让降价。那么当然，这个情况肯定就是因为房价开始跌了嘛，房价我们就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啊，出现拐点就开始信心开始瓦解，信心开始瓦解，有一部分的城市房价开始崩溃，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这种崩溃开始逐步的蔓延，在这个蔓延的过程当中，房地产企业开始资金断裂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当然全世界关注的是谁？恒大。恒大呢，恒大主席许家印9月10号出席这个恒大财富专题会啊，他在专题会上说，目前恒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员工业主拿着辛苦钱、血汗钱、养老钱买了恒大财富的产品。他说：“我代表恒集团明确承诺，一定会全部兑付，1分钱都不能少。”他说：“我可以一无所有，但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讲了这番话。那么恒大财富是什么？恒大财富是2017年恒大内部推出一个投资计划，这个投资计划叫超收保，当时明确预期年收益率是25%，一年挣25%，1/4啊。那么这个规模估计达到了25亿啊。那个时候很多人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恒大内部的员工，还有业主，还有一些外面的人买了他们这个叫超收保。然后呢，本来呢，这个据报说高级管理人员的投资在8月份已经兑付了，但是普通员工到期到现在还没有兑付，所以呢，就是现在就大家都很担心，这就是为什么许家印跑出来讲的原因。
那么当然，恒大有很多的雷，手上一把的雷啊，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啊。恒大现在，经济学人的统计说，恒大的负债是3000亿美元啊，就是2万亿人民币，但是现在不知道。我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许家印和他的助手以外，没有人知道恒大到底借了多少钱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恒大现在的现金流危机开始，当然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谁？它的供应商啊，供应商现在很多拿着它的商票啊，这个商业承兑汇票的机构啊，现在上市公司叫涂料企业，叫三棵树啊，因为恒大陷入的现金流的危机，他手上握着3亿3000万的这个承兑汇票逾期啊，逾期就是不能兑付了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包括像广田集团，广田集团是握着3亿3000万，建议集团握的是9000万，瑞和股份握的是8900万，都是承兑汇票。所以现在恒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啊，各个雷。大家知道恒大没那么多钱，1块钱，他用1块钱做了1000块钱的生意，那999块钱都是借的。那如果大家同时问他要账，大家知道他借钱干什么？借钱埋到那个砖头里去了，他是不可能那么快变现的，房地产的变现率很低的啊。所以现在恒大是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9月9号，市场微博出现了一个河南建业集团，河南建业集团是河南的龙头企业，龙头房地产企业，它下面有4家房地产公司啊，4家上市公司啊，所以它是个千亿企业，千亿规模的企业，拥有4家香港的上市公司啊。那么去年的营业收入是400多亿啊，那他现在遇到了困难，他写信给省长王凯，省长王凯在他的报告上面批了一个字，他的报告叫什么？关于企业出现重大风险和危机，并请求帮扶救援的报告啊，这份报告在网上流传，这也是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拐点的时候，啊，那么就会出现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链就出现问题。为什么？一拐点一出来就卖不动了，一卖不动，房地产企业就会资金链断裂。好，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3个主题就报告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今天有什么观点啊？明谢 Matthew Brave， 谢谢啊。了然自在，谢谢。鸡鸡鸡，谢谢。朱云海，谢谢啊。坐标澳洲，我做的咖啡很棒，呵呵。如果王老师来维多利亚州，请允许我招待你，谢谢。大家都是祝我教师节快乐啊，谢谢。教师不敢当啊，大家爱护我啊，叫我王老师，我实在是不敢当这个称谓啊，我没当过老师啊，但是我是有一点好为人师，因为以前在做管理工作，我觉得管理工作跟老师有点像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啊，教学相长，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爱护，谢谢啊。观点：拜登打电话给习，相当于喊了中场休息。结合近期美中之间的摩擦，习把拜登的气候议题当作政治筹码，美国又开出军舰在南海捍卫航行自由，双方的对抗层级和范围都在升级。但拜登的对中政策是以竞争为基调。那拜登的这通电话就很好解释了。再看新华社对这通电话的报道，
有种顺坡下驴的感觉。估计两边近期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大动作。观点：气候的确是全球问题，而且中美纬度相同，气候变暖会导致两国受到相同的伤害，所以拜登有幻觉，但是他没有明白中共的本质根本不关心民生，只关心权力。另一方面，美国完全有能力逼迫中国降低碳排放，只需要一个立法，禁止从高碳排放国家进口或者收取高额关税。观点：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存在多种不同的政治利益，并且存在相互制约，那么是有可能与美国在不同领域合作、竞争或对抗。在商业层面是有这样的例子：特斯拉入华之后，情报、军事都禁止它，商务和上海政府要留它，所以就有了合作和对抗共存的情况。但中国的外交政治高度一元化，气候变化应对合作派完全没有话语权，所以拜登政府的合作努力只能碰一鼻子灰。我们还是讨论有现实价值的议题为好。观点：拜登政府把同中国竞争、合作分别对待，而没有从整体上保持外交态度的一致性，只能说明一点：拜登政府没有把中国政府当作自己的敌人，而是很天真的对待君子之道，和中共去讲规则。这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现实中的再现，有点像，有点像。这个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观点：拜登政府现在的做法让我想起宋襄公，打仗要讲礼乐规矩，面对如狼似虎的楚军，不愿半渡而击，最后大败。而韩信在渭水之战就敢于玩半渡而击，所以中国人推崇韩信为战神，而把宋襄公当成傻子。拜登政府内肯定没搞清楚中国的传统斗争逻辑。观点：如果美国是抱着给竞争设立规则去谈判，那最后这些规则只会对美国有效，这一点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别太天真了。观点：美国像太平洋战争的日本，目标太多，计划太过庞杂，需要考虑和平衡的因素太多，一处失误就会导致全局陷入僵局。观点：拜登的对华政策就好像两国交战，还在和对方做军火生意一样搞笑。关于气候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中国自动配合？方法多的是，例如中国不配合，就正式制裁香港，或者承认台湾国际地位，在极端点全面封锁中国，让中国回到改革开放前，碳排放自然就下了。这就是掀桌子的做法了。拜登不想掀桌子嘛？情绪，美国还没有切肤之痛，还沉浸在天朝上国之中，自信于自己的实力，骨子里的傲慢加天真，无心恋战。只有让他们被打痛，才可能痛醒。万一为时已晚，无力回天，美国败了，那也是天理昭彰，我们也必须接受。所以我现在情绪稳定 ，OK， 情绪稳定，谁情绪不稳定？观点：CCP 以节能减排的直钩，准备钓美国的大鱼。从1949年之后登上世界舞台，一而再的被狡黠的政权欺骗戏弄，国共内战期间被耍得团团转，现在也是这样。为什么美国可以改造好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却对阿富汗、越南这样的国家却一地鸡毛？为什么对耿直的苏联可以步步为营，对狡诈的 CCP 的表现却漏洞百出？之前的英国比美国这方面要强很多。反正我对英国也不感冒。观点：中共依然是碳排放大国，也是拜登过来谈的原因。如果中国不遵守气候约定，别人就会自产；中共遵守了，制造业的成本就会提升，产业链会外移。情况：今天日本也出了关于中美谈话的新闻，日本网友都表示不能相信美国，需要自己发展军事力量。
观点：美国的确应当意识到中共的危险，并积极应对，但不能为了结果正义而放弃过程正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底线，但有道德的国家不能没有底线。如果为了击败敌人而把自己变得跟敌人一样，这也是一种失败。美国曾用46年时间把苏联拖垮，是因为美国有制度和创新力上的核心竞争力，而现在的美国并没有丧失这些东西。对这个伟大的国家要有信心啊！提问：今天外交杂志上有篇文章，分析拜登的外交策略立足点和价值观。文章说，拜登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奉行现实主义。王先生怎么看？现实主义就是务实了。那如果是务实的话呢？务实的话，就是意思就是放弃原则了。那么放弃原则，为什么他这么去评价？我没有看那篇文章啊。如果从你讲的这部分来看，务实主义其实就是骂他放弃原则。为什么会骂他放弃原则？就是因为拜登的那通全国电视讲话，就是阿富汗的那通电视讲话，那番电视讲话的确是务实和现实主义。美国如果仅仅是个务实主义的话，你就不要去当领导了你就跟着别人后头呗所以，这是批评他的意思提问：恒大在广州引发大的恐慌，到处都是维权现场。请问王老师，这种级别的不安定，政府压得下去吗？会不会又是一个易租宝事件呢？感觉比易租宝事大。当然，易租宝跟他比，你想恒大什么级别的问题？恒大的问题，我上次我之前看到有个说法，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我看看看能不能找不到了。什么意思啊？恒大这个级别啊美国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上一次的金融危机就是我们叫这个由房地产引发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房地产引发的。次贷危机当然首先是因为什么？一家金融机构的倒闭，然后引发了次贷危机，然后去形成多米诺骨牌。房地产市场其实它是个全局性的影响，它不会是仅仅是房地产市场，它首先影响的不是房地产市场，当然是从房地产上开始。我们讲它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骨牌效应就是很多很多牌，倒一个后面哒全倒下去那么房地产首先影响的是金融市场，你想，很多人借他的钱，他借了很多人的钱，很多人也借给他钱，借了他的钱，所以房地产一出问题，首先出问题的是银行，所以银行很怕房地产出问题，所以美国次贷危机其实是房地产引发的。那你现在，当然恒大是一个很庞大的企业，上次他写的那份报告讲的是恒大的上下产业链大概有1000万人，1000万的就业岗位恒大本身跟他有直接关系的有200万的就业岗位，那你想想看，这影响大不大？这还不包括什么业主，上百万的业主，就是说他买了他房子的人还没交付给他的房子的业主过百万，大概有200万。那你说这是什么级别的问题？这肯定易租宝只是局限在易租宝的客户，对吗？但是恒大不是，恒大是它有就业的人口，有业主，还有银行。你想这个房子要烂尾，首先受到冲击的当然是业主，但其次是谁？银行，借钱给业主买房子的银行，都死定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压不压得下去，我不知道压不压，这个压不住的，这怎么压得住？
压我不知道怎么压，你房子烂尾了，你说怎么办？他抗议，他要求你解决问题，你怎么压他？啊，观点：房价涨在泡沫前一刻是正常的，次贷风暴是从出现明显迹象到真正爆掉也是1年以上，泡沫之前都是疯涨。你觉得中国还不够1年吗？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再拖1年它才会爆？哪有？他这么爆，你必须这么爆吗？这个世界哪有那么教条主义的？批评你啊！提问：中国房地产每次到跌的时候，都有各种政策把房价拖住。请问王老师，这次是不是百病齐发，拖不住了？我们西安的房价高得离谱，不知道他们怎么托盘。反正呢，在这里发言的所有的人，只要在墙内，都是业主，你们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希望房价不要跌。但是房价跌不跌，真不是由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这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事情我都讲过。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当中国城市居民，他的房屋拥有率已经超过95%的时候，达到96%的时候，这个房价下跌，你觉得很意外吗？西安的房价高的离谱，你说哪的房价高的不离谱？你说说看啊。所以房价现在反正，嗯，我从去年年底就开始说啊，给大家一个，我不是投资建议啊，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房子最好不要买啊。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觉得，风险太大了，风险太大。那么今年呢，我跟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什么？减少房地产的持有量，风险太大了啊。那现在还手上握着几套房的人，那风险太大了啊。现在卖有点晚啊，但是不是不能卖不是卖不掉，是你不肯卖而已，还是有成交的啊，只是你有没有下决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提醒大家2点在这个市场上，我其实不想说啊，但是还是说一下啊，我提醒大家2点。第一个，现在千万不要去买法拍房，法拍房看着很便宜是吧？一堆的是啊，大家我上网搜一下，法拍房遇到的问题有多少？所以第一个，千万不要贪便宜去买法拍房，或者我还是提醒大家，今年最好不要买房啊，哪怕是结婚的婚房，你等等看，万一便宜一半呢？你说这事儿对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生活的那个城市把所有的限购措施都取消掉，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更不要买房啊！你看啊，我现在有资格买房了，那我就冲进去买一套，那我就救不了你了。就记住这2条就对了。越是他在撤除限购措施，越不能买。观点：不论恒大是否破产，所有的债务最后处理都是一拖二赖，有能力有后台的先解决，没板眼的最后血本无归。这我不同意。理解为什么吗？赖账这件事情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你不行，你赖一个，你银行贷款、按揭贷款，你不还试试，你看看你能不能赖得了？不是每个人都能赖得了啊。赖得了的人都是有政府撑腰的。恒大赖不赖得了？我觉得赖不赖其实是你是相对于债主而言，但是对于恒大来说，你是从债主的角度，对于恒大来说，他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赖账的问题，是他过不过得去的问题。当然，你不在乎恒大的是否破产，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是从债主的角度出发啊。那我的角度既不是债主，也不是恒大，我的角度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
这件事情会影响所有的人。恒大是什么？恒大是这个多米诺骨牌，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当中的其中一张牌。它既是房价拐点的受害者，它也是房价拐点的，那张牌，它倒下去会引发房价更快速的下跌。所以恒大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小心。虽然你说我不在乎它，谁在乎它？谁都不在乎它。但问题是它会影响你啊，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啊，它会形成连锁效应啊。观点：房价肯定会跌的一地鸡毛。目前问题的关键是一手房放贷，二手房不放贷。目前二手房根本没法卖。一手房放贷就是帮助房地产开发商去库存，二手房不放贷是因为它没指标啊。那么而且人民银行限制资金进房地产市场，所以就二手房就不放，或者是拖很久，所以就会卖得很慢。卖得很慢怎么办？着急的人就降价呗，你不肯降价就卖不掉。观点，投资的概念是一个循环的概念，不是考虑什么时间、什么价位进入，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退出。没有退出机会的投资，盈利再多也是纸面价值。有渠道和途径退出的投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提问，请问王老师，经济的持续恶化会影响习的连任吗？这么大的问题，我没办法笼统的说，因为经济持续的恶化，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但是经济持续的恶化的原因跟习近平的政策有关系，所以它会不会成为影响习近平的其中一个因素？会的。你想一下，他推出了1、2、3、4、5、6、7、8、9、10个政策，这10个政策一地鸡毛，让经济很烂。那经济恶化会不会影响他连任？会的，因为有人会攻击他。但是会不会必然影响他连任？不知道，因为这里面有无数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是他的政治对手怎么去利用这些因素去攻击他，攻击他的效果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会影响，有多大的影响不知道。观点：余茂春曾经说过，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的错误就是风险管控模式。中国政府脸色一不好看，就再放出一些威胁言论，美国政府就立刻立场软化。现在拜登政府又重新回到这个错误模式。观点：不认为拜登打电话给习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划清底线是当代大国冲突中必要的措施，否则就有几率形成双方的热战。冷战期间，美苏形成了事实上的冲突底线，那就是不爆发直接的军事战争，尤其是不爆发核战争。冷战 1.0 是看不见的硝烟，冷战 2.0 的本质不会超过 1.0 的范畴。拜登首先亮出底线，可悲的是，习政权不会比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更有人类文明的责任感。习已经将全体中国人民放在棋盘上。你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你说冷战 2.0 的本质不会超过 1.0 的范畴，我不同意，这是错误的。冷战 2.0 的本质一定大大的超出了 1.0 的范畴，也超出了 1.0 的程度，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明谢 Jackie 平，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加，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